美国的房屋成交费大概是多少？谁付这个费用？付多少费用？我们了解美国房屋成交的费用，不用踩坑。在美国买卖房屋，除了房价，成交时的各类费用最让人 confusion。这些费用该由买方出还是由卖方出？各州的规则虽有差异，但是藏着通用的法规。今天的话，我们就把核心的费用一一拆解明白，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能提前的算好账，避好坑。先划重点，成交费用并非固定归属，不少的项目是可以协商的。但是的话，核心类目有明确的常规权责，先牢记这个原则。可协商类的费用，这两项买卖双方都可能承担，务必提前谈清。一是契税、转让税，用来办理产权过户，州、县、市可能叠加征收，部分地区总额能达到房价的5%，纽约州更会随着房价上涨提前比例。很多人会因此而重新协商售价。二是登记费，用于政府归档的契约和房贷的信息，大多数是固定的金额，部分的地区会和转让税合并来计算。买方常规承担费用，这几类基本是买家的固定支出。产权的搜寻与产权的保险是刚需，前者确保房屋无遗留置权等产权的问题，后者保障未来产权的纠纷。费用是随房价波动，一般是1000到$2000，贷款相关费用是跑不了的，申请费用大约$25，证明购房的诚意，启动费占房贷总额的1%，覆盖审核的成本。另外还有房贷的降息点费、房屋的检测费、估价费、房屋的调查费、小区 HOA 的费用，都需要买家提前预留预算。卖方常规承担的费用，卖家要重点准备这3项。首先是地产经纪佣金，这是一笔大的支出。其次是既有留置权，必须在成交前结清。如果有未还清的房贷，提前还款可能会产生罚金，也需要卖家来承担。特殊分担的费用，结算费可协商，由一方来承担，也可来分担，用于支付产权公司、托管方或者律师的资金转移服务费，通常是几百美元，可能包含在律师费里面。律师费则按照双方需要分工，比如卖家处理产权的问题，买家审核贷款合同，各自承担相应的部分。各州费用规则有差异，成交之前一定要和经纪人、律师核对明细，提前理清权责，预留预算，才能让房屋交易顺顺利利，避免临时扯皮。美国房屋成交的费用你都弄明白了吗？房屋买卖的各项费用通常是可以协调沟通的，至于由买方或者是卖方负担，各州有不同的规范，但是有些通则是可循的。房屋成交的相关费用，契税、转让税，可能由买方或者是卖方或者是双方来支付。支付转让税是为了将转让给新的所有人，买卖双方可协商由谁负担。州、县市的单独转让税加起来有时很可观，在某些地区总额可高达买价的近5%，有些地方如纽约州，百分之比甚至随房价
上升而增加，许多人因此要重新谈判售价。登记费可能由卖方、买方或者是双方支付。州地方政府可征收这项费用，以便在公共记录当中提交契约和房贷的讯息。在许多地区，转让税和登记费用相同，但是有些是分开计算的。转让税依售价百分比计算，登记费通常是固定的金额。产权的搜寻和产权的保险通常是由买方支付。产权搜寻就是买方取得房产所有权之前，要确保没有任何既有的留置权或者是其他所有权的声明。这点是很重要的。至于产权的保险，可保护买方未来免受他人声称拥有房产所有权，通常包括房产的搜寻费。保险费用依照房产价值而不同，一般介于1000到2000美元。结算费是由买方或者是卖方来支付。产权保险公司、托管代理或者律师可以处理房产出售的资金转移，并未成交收取的额外费用。结算费通常被涵盖在所有权或者律师费当中，至少几百美元。贷款申请的费用通常由买家来支付，有些借贷机构在房贷申请的时候征收这笔费用，确保买方是认真的，通常仅为25美元。贷款的启动费用通常由买方支付，涵盖承保过程相关的成本，大约占房贷总额的1%。除了这些费用以外，还有9项房屋成交的重点费用是由买方支付的，包括房贷的降息点费用、房屋的检测费用、估价费用、调查费用、建筑或者房屋的协会费用。由卖方支付的费用则包括既有留置权、地产经纪佣金、提早付清房贷的罚金，而律师费是则由买卖双方依处理的内容分工负担。当你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存了房屋的首付，即将完成购房交易的时候，一些不可预见的成本可能是在你意料之外的，尤其是对于首次的买家来说，有时这些结束时的成本最终可能会高于你最初的贷款估算中的报价。当今约有31%的购房者是首次购房，这意味着许多人现在在获得贷款估算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额外的成本。托管费、私人抵押贷款保险和成交成本等术语，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是非常的陌生的。你在购房的过程当中做好充分的预算准备，首付不一定是额外的成本，但是您支付的首付款比例实际上会影响你最终支付的总体费用。此外，买家应该知道，有数以千计的预付款计划基本上是免费的，因此你可能有资格获得首付补助金或者是可免除的贷款，而不是耗尽你的储蓄。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首付的策略。放贷方银行通常会以较低的利率奖励可观的首付。对于贷方而言，首付越大，借款人在抵押贷款上的投资就越多，这表明拖欠贷款的可能性就越低。此外，如果借款人违约，他们的风险较小。另一种降低首付的方法是增加私人抵押贷款的保险。当你的首付低于房屋购买价格的20%的时候，贷方通常需要 PMI， 不想把所有的钱都一次性的投进房子里面，不留下任何的储蓄，因此
请查看你的预算，并计算出在保持紧急储蓄的同时，您可以负担得起的费用。另一种选择是选择较便宜的房子，这会自动降低您的首付。节俭是好事，但不能仅仅因为你有资格获得多少金额的批贷，就代表你应该购买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预算的房屋。应该谨慎地确保您的财务安全不会因即将破裂的抵押贷款支付而受到影响。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的巨大帮助是首付援助的计划。这些计划可在全美范围内使用，并且因为各个州的差异，有些计划以助学金的形式出现。您无需偿还或者可免除的第二抵押贷款，只要你在房屋里面住了规定的年数，就不必偿还。成交的过户费，成交的过户费用成本包括与处理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可能会因为您的居住地、贷方和您获得的抵押贷款的类型而异，并非所有的贷方都对相同的服务收取相同的费用。一般来说，它们加起来占购买价格的3%到6%，其中贷款相关的费用占到总的过户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房屋价值$300,000，而成交的成本大概是3%，那么在成交时将支付额外的$9000。但是如果说你不使用贷款的服务，则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过户成本。你的成交过户成本将在你的贷款估算和结算披露中将逐项列出，因此你可以查看每个项目。如果说你的估算与你不理解的披露之间存在任何差异，请务必与您的贷方交谈。作为成交费用的一部分，可能会看到一些费用，包括申请费、评估费、产权搜索费和承销费用等等。私人按揭保险是一种保险，大多数首付低于20%的借款人必须支付，以抵消贷方的风险。PMI 保护贷款人，而不是借款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不支付抵押贷款，并且最终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贷方可以出售房屋。如果说销售的价格不包括抵押贷款的金额，则可以用 PMI 来弥补。您的 PMI 的成本取决于您的贷款价值 LTV 比例，即您的房屋借款金额与您的房屋评估的价格的比例。较低的 LTV 也意味着较低的 PMI 溢价。要计算出您的 LTV，您可以将抵押贷款的总额除以您的房屋的价值，然后将该数字转换成为百分比。例如，如果您的抵押贷款的额度为$300,000，而您房子的价值就是$320,000，那么您的 LTV 为93.75%。LTV 的计算就是$300,000除以$320,000等于0.9375，或者是93.75%。根据房地美的说法，借款人应该预计每借入$100,000，每个月需要支付$30到$70。尽管没有人愿意支付额外的住房成本，但是 PNI 在住房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贷方更愿意向首付较低的借款人借钱。诚意金是向卖家表明您是认真想要购买其房屋的押金。它保存在托管的账户当中，可以在房屋交割的时候用于支付首付款或者是过户费用。通常购买合同中会写入抵押或有事项。
以保护买卖双方，包括如果合同被破坏，谁将获得定金。房屋检查意外事件在购买合同当中很常见，基本上他为买家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免责条款，如果他们在房屋检查是发现问题的，他们就可以带走诚意金离开。在当今的热销市场当中，一些买家放弃了所有意外的情况，以使他们的报价更具有吸引力。请记住了，他们经常与其他几十个急切的买家竞争，当然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说您选择离开，您最终可能会失去您的诚意金。低税是房产持有成本。房产税的数额取决于你买房子的时间。例如，如果你在7月份购买，你将需要缴纳大于5个月（7月至12月）期间持有房屋的税款，而卖家将支付剩余的税款。房主协会的费用 （HOA）。如果说您选择在房主协会处购买房屋或者是公寓，您将每月支付的 HOA 的费用。HOA 负责定制和执行分区或者是住宅区的规则，并维护公共区域，如游泳池和游乐场。HOA 的费用可能从每个月的$50到每个月超过$400不等。您的社区越奢华，您可能需要支付的费用就越多。根据 HOA，你可能需要在交易结束的时候提前预付1到2个月的费用，但是即使你不必支付任何的预付费用，也请务必将它们计入您的购房的预算，因为它们可能极大地改变您的负担能力。如果您是海外的投资买家，投资的要求则相比较上述条件而言要稍微的苛刻，有些是针对美国当地人的豁免是很难实现的。许多当地的开发商因为海外的资金出境管控的要求，从风控的角度会提高对投资人的风险管控，例如会提高首付款的比例来降低收房成交的风险。另外，贷方银行也会相应的提高首付比例。一般来说，40%的首付是贷方处于风控考虑。比较常见的批贷案例当然提高了首付比例，自然就使得投资人没法满足 PMI 的基本要求。所以，私人抵押贷款保险 PMI 在外国投资买家当中是极其罕见的。房产过户时实际产生的各项费用，则是按照上文提及的逻辑适用于美国当地人与海外的投资人，并无二致。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